天才战即将开始，我们必须等到休战期结束后才能继续行动。以你们现在的实力，通过第1阶段的可能性都很低，更别说第2阶段了。欢迎各位参加巅峰天才战。这片繁星就是你的对手，我会成为其中最闪亮的那个。从浩瀚宇宙脱颖而出的8200个天才当中，我到底能拼杀到什么地步？就让我试试看吧。引力至少是地球的10000倍以上，比界中界还夸张。这么快就有人动手了！虽然世界区面积宽广，但足足有82亿天才聚集，人员密度极大，无论地面或是高空，都不乏高手互相角力的身影。你是第一个！附近有人，快走！在陌生的环境，还是谨慎行事为好。在地图上不仅标记了参与者的坐标位置，而且还附上了个人排名，上面只排到前1001名。难道说，只有排名最靠前的人会公布坐标？由于人数太多，早期的厮杀会异常激烈，尤其是排名靠前的参与者，更是会成为众矢之的。我先蛰伏起来，专心修炼，等练成眼神兵第1重，实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后，再出手不迟。吵死了！可是看不到打架，只能看排名，很没劲哎。妈妈说了，武者打打杀杀的画面，我们小孩子不能看。哇，雷神伯伯上升的好厉害！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！太慢了！倒是红伯伯和爸爸都在个10、100、1000万，1000万名网红，这叫保存实力。看来都不需要纳比尼出手，罗峰就会自动淘汰。不管你们动用什么手段，都要防止罗峰通过选拔。
格预选过去了1/3。虽然我已经基本掌握衍神兵第一重的幻剑式，但接下来要面对的都是从人海中拼杀出来的高手。诺兰卫，从气息看，他们实力很强，与当初的驼雷武相差无几。不过，正因为是高手，他们积分想必很高。动手！麻烦跟你们老大说一声，积分我拿走了。想逃？是谁敢到我们前无皇族的地盘挑衅？他是故意引我来这儿。杀！萧峰他萧峰他是不是下手太重了？哎呀！宝谷呢？在隔壁带娃。老大怎么样了？刷榜呢？哥冲到6万名了。3万多了。前1001名会被公布坐标，老大之前应是为了避免过早陷入被围攻的困境，而保留了实力。现在冲得这么猛，看来是有了应对策略。罗峰先生，上头开始施压，谈判时间不能再拖延了。好，部落灵的联系方式我搞到了，不过地球这边能拿出的筹码可不多，要说动他来帮你拖延谈判进程，有点异想天开了。如果我用机械族飞船当筹码，什么？这艘飞船充分融入了机械族的先进科技，性能在1级中堪称巅峰，连不朽强者都趋之若鹜，你还想让出去？诺兰山在提交地球数据的时候，隐瞒了机械族飞船的讯息，为的就是防止帝国与他争抢。我想，他在与部落灵进行利益勾兑时，也不会交代他的信息。这个信息差就是谈判的基础。不行不行，就算部落灵被说动，这代价也太大了。的确，用机械族飞船换取的只能是短暂的和平。倘若帝国以后再借故生事，失去筹码的地球只能任人宰割。只要帝国没有真的派舰队来占领地球，这机械族飞船就无需真的交付。要拖足2年时间，第一步就是利用机械族飞船分化他们。诺兰山特意隐瞒机械族飞船的信息，显然是不想让我们从中获利。而罗峰愿意以
飞船来换取地球主权，恐怕也是为了分化我们与诺兰山。虽然罗峰与黄武团的旧账还未清算，但考虑到机械族飞船的价值，倒是可以先接受罗峰的请求。至于地球的最终归属，外公，我们不妨待价而沽。邮件上说，我们要尽快将飞船移送到黄武团手中，否则我们的一切诉求将不予考虑。这叫极限施压，目的是为了逼对方提前亮出底线。你们可得沉住气，宁可走谈判流程，也别把飞船交出去。那就必须将谈判拖足2年，直到进入休战期。只是没有机械族飞船当筹码，我们会很被动。你们的筹码还有法律，别忘了，你一直是合法的地球拥有者，而布罗林身为帝国皇族，出于维护秩序的考量，不会公然违反法律，明白了吗？哼，我刚想说呢，就被抢答了。首先，通过媒体渠道流传部落林违背帝国法律、以皇族身份威胁公民的消息，做好舆论铺垫。其次，为防止诺兰山和部落林提前为侵略做准备，需要在谈判中强调地球安全受到威胁。考虑到舆论影响，他们不敢轻易行动。最后就是漫长的拉锯。可是这么长时间，部落林不会发现吗？不会，因为质量不同。质量？物质的质量会产生引力，大质量物体的引力场会使周围时空发生扭曲现象。是时间啦，时间膨胀效应。引力场造成的扭曲也包括时间，就比如地球和黑龙山帝国，地球的2年相当于帝国的2个月。你们地球上好像有个人把这叫相对论来着。这导致部落林在时间上缺乏敏感度，方便我们拖延。当然，法律解释权还是在部落林手中。谈判迟早会向他这一方倾斜。不过，即便他获得成功，天才战也快开始了。你。记得之前那个谁也报了去了，配一点。亿万天才对战，这可是人类族群的一场大盛会啊！天才战即将开始，我们必须等到休战期结束后才能继续行动。难道罗峰一直拖延谈判进程，就是为了拖到休战期？金角巨兽在突破宇宙级后就拥有了领域，它的威力已经接近大哥的水平。
是，想不到作为眼神兵第一重的幻剑士，修炼起来竟如此艰难。要领悟招式，必须对宇宙的运转规律有更透彻的认知。这种规律叫做宇宙本源法则。本源法则在拥有领域后更容易领悟，你得把领域用得更熟练，才能慢慢练成第一重。天才战报名开始了。天才战选拔第一阶段，由1008个宇宙国各自选拔出前1000名恒星级高手。第二阶段，集合第一阶段选拔出的所有高手，通过总决战选出前1000名。通过者最终奖励：一、根据排名高低获得10至1万会员奖金；二、初始宇宙参悟名额；三、成为虚拟宇宙公司核心成员。最终奖励十分丰厚，除了能得到奖金和虚拟宇宙公司的身份，还有进入初始宇宙的机会。听说初始宇宙的环境与我们所处的宇宙不同，能更快的修炼和提升。这些奖励离你们还太远，光是前5宇宙国的报名人数都达到了1000亿级别。以你们现在的实力，通过第一阶段的可能性都很低，更别说第二阶段了。他们现在只需要考虑第一阶段，通过第一阶段的天才，一定会受到前5宇宙国重视。他是黑龙山帝国绝不敢招惹的存在，到时部落林自然不敢有什么动作。就让我们3兄弟去狠狠的拼一把。休战期恐怕不是罗峰唯一的目的，对他们而言，最有利的情况是通过选拔获得强大势力的垂青，最终脱离我们掌控。光是前5宇宙国就有8000多亿参战，而只有成为前5宇宙国的前1000名，才能通过第一阶段筛选。真不敢相信，他们竟会把赌注放在一个希望极其渺茫的事情上。哪怕只有仅存的一丝希望，我们也要亲手掐灭。第一阶段的选拔快开始了。地球本该是我家族的囊中之物，罗峰却屡次阻挠，甚至还妄图借助天才战来逃避主权回收。这次天才战，你们谁能淘汰罗峰，谁就是下一任族长。是。殿下，我已从黄武团中选出最为拔尖的1万名精英作为参与者。不愧是我最得意的学生，纳比尼。如果你在选拔过程中遇到来自地球的宵小，请务必让他们见识到我黑龙山黄武团的实力。学生明白。这就要集合了，本来还想抓紧时间杀你一次的，真可惜。你等着，在杀戮场没有分出的胜负，会在天才战中揭晓。父亲，天才战终于要开始了，我发誓，一定会成为天才战的最强者。总有一天，我会为你手刃仇人。咱们要一起通过预选。加油！加油！你所看到的每一颗星点，
都是天才战的准备厅，每个参与者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准备厅等待考验。而这次共有1000亿名参与者，所以罗峰，这片繁星就是你的对手。我会成为其中最闪亮的那个。欢迎各位参加巅峰天才战。接下来，前乌宇宙国境内的第1阶段选拔即将开始。为公平起见，所有参与者的身体素质和精神念力都将设置在恒星级9阶水准。在这一阶段，会有预选淘汰和擂台决战2次筛选。预选淘汰阶段会筛选出100100人，进入擂台决战阶段。预选淘汰阶段，我们公司会在虚拟宇宙中划分出100个世界区，每个世界会容纳82亿左右的参与者。各位需要在同一世界中相互厮杀，赚取积分，每人1条命，死亡即结束。前无宇宙国足足有8225亿多参与者，只有极少数能通过筛选。看来预选淘汰阶段会非常残酷血腥。每个世界区的最终积分在前1001名的参与者便算通过筛选。其中排名第1的拥有跳过擂台决战的特权。规则介绍完毕，祝各位好运。在世界区内，所有虚拟助手功能都会被禁止。唉，虚拟宇宙系统太强大了，连我也没法反抗。罗峰，你自己当心点。来报名参加天才战的，基本都有过人之处，或是有过奇遇，或是天赋极强，或是师承优秀，或是拥有强者之心。从浩瀚宇宙脱颖而出的8200亿天才当中，我到底能拼杀到什么地步？就让我试试看吧。